風騷嘅時間啊，嗱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講下演算法啊吓，咁啊喺我自己嘅睇法咧，我留意到最近咧 YouTube 嗰個演算法咧有一個大嘅更改或者有一個大嘅變動啊，咁所以咧其實呢條片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咁啊先講一講先啦，之前我都有拍過有一啲片咧，就係話 YouTube 咧嗰個最近個 policy 其實最近嘅意思都係有一段時間嘅啦，即係講緊係你接近呢一年嘅啦，由上年7至8月。咁佢就出咗個 policy 就話，我哋會微調，例如重複使用內容咧，咁我哋咧就將會當埋佢係叫做使用不實資訊一齊去睇。咁啊，之前我已經拍過片就已經講過啦。咁其實咧呢個原理係相當簡單嘅，因為佢係開始有一個用 AI 去自我審查嘅一個動機啊，或者有一個機制。咁佢就去衡量你點解你會去重複使用內容咧？係咪因為你想使用不實資訊咧？咁樣，所以佢咧即係按邏輯去諗啦，咁佢咪將兩條 policy group 埋一齊啦，係嘛？你正正常常你點會不斷去重複使用內容嘅啫？重複使用內容嘅啫，咁你梗係不懷好意，係嘛？所以你先至會咁做啦，咁樣，咁佢嗰個諗法個原理咧，其實我相信就咁樣。咁今次咧就同大家講一講，咁我都話其實咧，即係嗱，無獨有偶啦，演算法就相當有趣嘅，即係佢即係就演算法就不斷推一個台俾我，就叫做可觀仔炒飯台。咁入邊嗰位主持人咧，sorry，我忘記咗名字。咁咧，但我覺得佢嗰個分析嘅思路咧，我都幾欣賞嘅。嗱，即係當然啦，我之前我有片講過，我唔認同嘅，有啲睇法。但係我唔認同，唔代表我要去反對或者去批評或者去評價人哋點樣噶嘛。有啲睇法我唔認同，但係我係欣賞佢嗰個分析嘅思路嘅一個堅持，同時亦都咁確實係清晰嘅啊，即係嗰個諗法係。咁咧入邊咧提及到咧，即係唔係佢入邊提及到啊。咁啊，其實有一條 channel 咧，我冇留意嘅，咁我都係最近呢一個月我先至有睇過下。咁由於因為我就再之後嘅時間啦，plan 緊可能去日本行個圈咁樣，咁啊咁啱睇到呢條 channel，咁啊大家睇到叫阿澤爸爸同心協力過生活咁樣。即係雖然呢個 channel 名就即係對於我本人嚟講啊奇怪少少啦，我認為吓。咁但係咧，佢都係一位58.7K 啊訂閱者嘅一個 YouTube channel。咁同時佢做咗咧有8年嘅時間㗎啦。咁我見到佢有提及過，係啦。咁佢做咗8年，幾時開始？2018年係啦，2018年。咁啊到今時今日。咁啊點解要講佢咧？就係原來咧呢個 channel 咧，即係我睇佢啲片嘅時候咧，原來呢條 channel 咧，佢都係無端端咧就俾 YouTube 咧就搞死咗佢。OK，我哋睇睇咯。好啦，咁啊3星期前佢出咗一個 post 啦，咁佢就話：這是我經營頻道8年來最無助也最感動的一天。想跟一直陪伴我們的老朋友說說話。我覺得講出來有點丟臉，但係最近家裏處理完奶奶嘅後事，心情仲未平復。4月6號啊，4月6號台灣人嗰啲日子同月係調轉咗嘛，我哋嘅月份係擺右邊，佢哋擺左邊㗎嘛。又收到一個打擊啦，經營咗8年，累積近8000支影片嘅頻道，突然被 YouTube 通知不符盈利功能。呵呵，你話咪幾慘啊？即係作為一個 YouTuber 啊，即係叫做做咗8年嘅大佬，無啦啦 YouTube 同一個信息同你講，喂，唔好意思，你不符合盈利功能。都話啦，嗰封信係等於咩？係等於一封解僱信啊嘛，係咪？好啊，理由就係頻道可能鼓吹觀眾對未成年人投以不適當或不必要嘅關注啊！呢個就真係奇怪啦，我都覺得拗晒頭嘅呢件事係，連小弟咁中意諗嘢，咁中意睇嘢，我都拗晒頭。咁啊，一陣間同大家睇下。咁啊，即係佢就再翻嚟啦嚇。咁啊，這對每天親自帶孩子自律記錄家庭生活的我來說咧，真的很心痛。咁啊，真的很心痛嘅指控，我馬上自我反省，到底做了什麼事呢？呢8年嚟，我都係非常少喺影片提及什麼訂閱、開啟小鈴鐺之類嘅話。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單純記錄生活嘅初衷，盈利係附加嘅。不要看我拍好多影片，其實我係一個社恐個性嘅人，能一邊陪伴孩子，一邊記錄生活，又有收入，真的很棒的工作。
這幾天我讀一些國內案例、國內外案例，試着去理解原因，好似律師在找案例一樣，發現外國 Reddit 上有人發問過，同樣都係家庭生活主題，拍攝 family walk 嘅人，同我都有一樣嘅情況，並且分享申訴成功嘅經驗。猜想可能咧係有一啲標題提到傷心、痛苦等等嘅字眼，加上咧 AI 咧係唔懂前文後理嘅，可能咧有啲呈現方式讓系統咧錯誤咁樣誤解咗。但係只要睇過影片嘅人都會知道，嗰啲嘅係孩子成長中真實嘅生活片段，而且全部都有家長在旁教育引導注意安全。所以我呢兩日咧等待結果嘅時候咧，做咗一啲嘅調整，包括咧隱藏部分影片、修改標題後提出申訴，但係目前嘅結果咧仍然係維持原判。OK，嗱喺我嘅角度，我嘅理解咧就已經做錯咗一樣嘢啦。第一，其實如果因為我都話之前我都中過呢一個嘅嗰個咩重複使用內容啊。如果按當時 YouTube 嘅講法咧，係唔應該咧改動任何影片嘅。嗱，我當修改標題當啦嚇，當係冇問題先算啦。隱藏部分影片咧，你呢一個動作咧一做就死㗎啦。一做就死啦。咁當然啦，結果就係維持原判啦，OK。好啦，咁佢就即係呢度啦，講到啦58,000嘅訂閱雖然唔多，咁但係咧我係呢2,900幾日嘅日子嘅縮影，點。咁啊後邊呢啲就佢自己嘅嘢啦，呢啲就唔講啦，OK。係啦，咁咧不諱言盈利真係上傳影片好重要嘅一部分動力。官方話下次申請咧要等90日，冇錯。咁呢個情況就如無意外啦，即係我認為就根本就同空姐 Smart Travel 一樣啦，OK。咁後記啦，咁佢就講到咧，即係中午唔知幾時嘅中午啦，看到駁回嘅電郵，咁真係好震驚啦咁樣。即係呢一個嘅 YouTube 咁維持原判就唔俾佢有呢一個嘅盈利嘅功能。咁3星期前就賴嘢，當夠佢4星期啦，咁即係1個月啦，都仲有再2個月嘅時間，係嘛？咁確實係一件好大鑊嘅事。咁好啦，咁我提及到今次呢條影片，點解我會提及到講演算法呢一樣嘢咧？就係 OK，我哋睇睇呢度。有啲人咧，即係嗱，呢個係 YouTube 後台嗰個嘅數據啦，咁係講緊嗰個叫做平均48小時或者60分鐘咧嘅一個數據嗰個版面啦，OK。好啦，咁呢度咧就我拍攝嘅時間就係5月5號嘅早上7點幾啦嚇。好啦，咁其實你哋可以睇到嘅就係嗱，過去60分鐘同過去48小時嗰啲 view 係點樣咧咁樣。好啦，今日睇睇啦，呢啲都係片嚟。好啦，嗱，咁例如呢個係一個 shorts，OK。好啦，咁一路呢啲都係片啦。好啦，呢個你有冇覺得奇怪？呢個咧並不是嗱，如果係影片咧，佢會有數據分析在 YouTube 上收看。呢個咧在 YouTube 上收看，佢係一個 post 嚟嘅。嗱，呢個係相當有趣。OK，一撳入去嚟到嗱，呢個係一個 post 嚟嘅，係社群嘅一個 post 嚟嘅。好啦，咁其實呢樣嘢我已經發現咗一段時間啦，都接近最少1個至2個禮拜嘅。以前咧 post 咧社群嘅 post 係並不會擺入去呢一個統計 view 數嘅 area 入邊嘅，係並不會嘅。但係最近呢2個禮拜咧，無啦啦咧 YouTube 將佢擺咗入嚟。嗱，最簡單最快捷嘅諗法就係 OK，咁代表反映咗啲咩咧？就係第一，YouTube 非常之明確清晰地話俾你聽，佢並不是或者佢並不會只係再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簡單嘅視頻媒介，OK。佢唔係淨係睇呢一樣嘢，你可以理解就係話，會唔會係佢嘅野心大咗？OK，佢係要做一個全面或者全能型嘅 social media，即係可能假設當叫做係等於一個 Facebook 咁。Facebook 一個 social media，佢係有一啲嘅 post 啦，有一啲嘅專頁啦、社群啦，跟住然之後佢亦都內含咗就係有呢個 reels 啦，係嘛，嗰啲嘅功能啦，係嘛，又或者個叫做什麼限時動態嗰啲咁樣嘅功能。咁 YouTube 係咪同樣地
都要向呢一個嘅角度去進發咧？從而簡單啲講，就係要攞呢個 Facebook 命咧，係嘛？OK，呢個係一個最簡單嘅睇法。好啦，第二個你會即時諗到嘅就係，OK，喂，咁我作為一個 YouTube creators，我現時呢一刻，即係原來我平時睇緊嗰啲嘅數據，老老實實啦，我以前睇嘅數據好簡單。每個月我相信啊，大部分 YouTuber 都係噶啦，包括小弟咁樣先算啦。喂，一瞓醒就係打開 YouTube後台 Studio 嗰度睇一睇，過咗一晚究竟我個 view 數係點樣？OK，中午嘅可能跟完之後，叫做每一日中間嘅時間又睇一睇，OK，臨瞓前又睇一睇，係咁簡單噶啦嚇，你都唔會咁得閒，日日走去睇住，個個鐘走去睇住佢，係嘛？咁我哋每次睇其實就係大概估計嗰個嘅 view 嘅走勢。然之後你亦都會大概理解，哦，今日到底我揾到幾多錢，OK，係嘛？即係呢個係一個打開門做生意嘅諗法。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佢連 post 佢都擺埋入去呢一個嘅統計上邊咧，喂老細，咁我哋即係睇嘅數字咧就變咗就唔同玩法㗎啦噃，係嘛？post 係冇廣告噶嘛，咁換言之啊，你就算好似例如呢度咁樣，哦 OK 個 post，喂48小時有700幾人睇，好啦，呢個 post 48小時有800幾人睇，哦，係呢個 post 48小時有600幾人睇，呢度加埋2000嘢咁樣，兩千 view 理論上就換40蚊嚇咁樣，40至到80蚊。喂，咁呢2000 view 佢照擺埋入條大數度，但係個問題係冇得收錢嘅。咁即係換言之係咩？即係換言之，YouTuber 就好有機會成日都會錯估自己收入咯，係咪先？係嘛？簡單啲講，即係形成咗一個什麼狀態咧？就係話我睇緊嗰條數，我以為係靚數，但係原來到最後每個月結尾找數嗰陣就唔係呢條數，係嘛？咁喂，呢個情況係古怪嘅，我覺得。係咪？即係作為一個 YouTuber 嚟講，咁我以後睇數據，究竟我睇咩數據咧？係咪？我純粹就係結果到最後，我就係每次都只能夠去睇 YouTube 後台收益嗰一版，我先至真係叫做睇到我想睇嗰個收入數，係嘛？OK，咁好啦，再下一步去睇啦。咁究竟點解佢要咁做咧？係嘛？你亦同時理解到就係呢個正正就係今次呢條片嘅一個最大嘅一個命題啊，就係話 YouTube 嘅演算法其實係修改緊。OK，你要理解就係 YouTube 佢每俾一樣數據你，其實都有意思嘅，佢係唔會無啦啦白俾你嘅，啊，佢係唔會無啦啦 show 俾你睇嘅，show 俾你睇而冇意思咧，係呢個可能性根本係好低嘅，因為你要理解啦，第一，OK，條片啊點樣為之受歡迎啊？哦，因為多人睇。咁多人睇都有機會假㗎喎，哦唔緊要，我哋咪加一個叫做 like 嘅元素入去咯。如果嗰條片有1000萬人睇，但係冇一個人 like 嘅，咁你可想而知呢條片個真實性有幾高，或者甚至乎佢係咪真係受歡迎？OK，好啦，喂，咁多人 like 有時唔代表咩嘅喎，可能係俾面撐場嘅啫嘛，係嘛？哦，OK，咁好啦，佢俾埋個數據你睇，就係話呢條片到底啲人平均睇幾耐，係嘛？咁如果佢真係入嚟撳個 like 走嘅咁樣，咁啊死得啦！呢條片1個鐘，可能實質平均睇都係得個10秒咁，係嘛？即係咁，你可以大概理解就係 YouTube 每一個功能啊，或者佢俾你睇嘅數據，其實都係有意思嘅。OK，好啦，咁個問題就嚟啦。咁個 post 嘅數據以前係並唔會計嘅，依家擺埋入嚟，到底有咩意思？我極有理由懷疑，或者我嘅估算就係 YouTube 嚟緊都會喺佢嘅 post 嗰度去開放一個類似廣告嘅功能。Either 可能啊，係喺你嗰個嘅 YouTube post 嗰度咧，佢會額外有多一欄係會去展示到廣告嘅。OK，或者甚至乎，我認為係可能介乎於就係有一啲叫做品牌合作嗱，因為做緊 YouTuber 嘅人都會知道嘅。其實現在 YouTube 咧，佢喺上年咧佢 set 即係佢開放咗一個新嘅功能嘅，就係將你哋嘅嘅直播係可以咧連埋一啲品牌，而嗰啲嘅品牌當然係可能佢哋同 YouTube 係有合作啦，或者有申請啦，咁開咗一個類似 account 咁樣，或者我唔知咩概念啦。咁你就可以喺個直播嗰度咧就 mention 翻嗰個品牌，從而嗰個品牌就會睇到你呢個直播嘅所有數據啦。OK，我認為嚟緊 post 咧都會類似係有一啲咁樣嘅 update 嘅嘢，甚至乎咧係會將 post
係會掉埋出公海，可能係俾一啲品牌或者廣告公司去特別去揾到，去做一個配對。所以現在佢哋就係咁樣將呢個 post 擺埋入去嗰個叫做數據分析入邊。呢個係我認為一定有意思嘅呢個動作係。咁啊簡單啲講，大家就可以係即係等着瞧吧，嗰件事就。咁所以既然係有咁樣嘅情況發生，即係再一次咯，咪就係 YouTube 話俾你聽，演算法有更改啦。即係2020年咧，喺我角度嚟講咧，係一次最大嘅演算法更改，因為當時面對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COVID-19 衍生咗好多嘅 content farm，OK。第二就係因為當時嗰個選舉美國總統選舉，即係嗰個叫做嘅貪污嗰個嘅叫做嘅緋聞又好、醜聞好、乜乜聞都好啦。咁講到咧就係話太誇張啦即係甚至乎有一啲造假嘅影片咁樣。咁你知 YouTube 都一定會有一個立場噶嘛，係嘛？你拍片嘅人可以有立場啫，咁作為 YouTube 嘅平台，其實佢都可以有立場噶嘛，係咪？嗰樣嘢就咁，所以佢當時就住呢兩個大嘅問題，佢就被逼咧，或者可能佢想咧，咁就要做一個真真正正嘅大嘅演算法更改。咁到今時今日啦，好多即係呢幾年啦，都有啲人都即係傾偈，有時都會問或者都會點講，都會話YouTube 係咪改演算法啊咁樣？喺我角度，我覺得 no，佢其實你已經唔需要再去講佢係咪有改演算法，佢 keep 住改。點解？當佢 keep 住加嘢落去嘅時候，佢咪影響緊個演算法咯。佢每加一樣嘢就係影響緊個演算法。咁佢已經持續性地 keep 住加嘢落去嘅時候，試問嗰樣嘢又點叫改咧？係咪？佢日日都做緊嗰樣嘢嘅時候，咁你點樣特別去話佢係改咧？係咪？嗰樣嘢就係咁。咁佢基本上佢每幾個月佢就又加一啲嘢落去，每幾個月又加一啲嘢落去。點解？因為串流平台個市場真係競爭越嚟越大。喺美國上邊，例如係嗰啲抖音嗰啲係嘛，TikTok 咁已經係同佢抗衡緊啦。咁你尤其是見到即係 YouTube 已經將嗰個 Shorts 係推嗰個叫做推廣或者曝光嘅比例嘅提升咗，咁你就已經理解緊佢哋諗緊乜或者佢哋做緊乜，係嘛？咁所以咧，今次呢條片咧，大概就分享到呢度，就係話緊俾大家聽。第一，即係分享咗前面嗰個情況啦，嗰個無啦啦都俾人 ban 咗，封咗盈利啦。第二就係，OK，演算法又再更改。二，好多 YouTuber，我認為根本係未知道嘅，所以咧呢個同大家講聲，拜拜。